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我和老公程杰是在工厂相识的，那时候的我们是一对再普通不过的打工情侣。他是厂里的业务员，我是流水线工人，都领着一份不痛不痒的普通薪资。谈了2年后，我们奉子成婚，第2年便迎来了儿子果果。因为要照顾果果，我便辞了工作，安心在家照顾孩子。1年后，老公凭借突出的交际和业务能力，为原本业绩平平的工厂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业务。欣喜之下，老板破格将他提升为公司销售总监，年薪不菲，年底还有年丰厚的中奖。5年后，我们在广州买了房和车，账户上还有一笔小存款。在意气风发的年纪，鲜衣怒马，功成名就。不得不说，老公早已今非昔比，易得志满。再说下我自己，我是一个安分保守的普通农村妇女，长相一般，身材普通，也不喜欢追逐时尚潮流，总是一副中规中矩的家庭主妇装扮。如果是换成以前，老公对我的装束还不甚在意，毕竟普通人家过的就是柴米油盐的日子，穿衣打扮什么的过度注重反而显得不安分了。但自从担了销售总监这一职后，老公就特别在意我的穿着打扮，带我去大商场买当季流行的服装，给我买国外大品牌的护肤品和香水，就连指甲油都是买进口的。我很欣慰老公舍得花大价钱为我买这买那，但说真的，我就是一颗长在田间地头的野菜，再怎么浇灌也变不成美艳动人的玫瑰。更何况我对外貌这东西本就不怎么在意，只要生活过得好，一切都不重要。所以老公给我买的高档化妆品，我只会在重要的场合才会用一下，其余时间都是搁置在抽屉里的。那些从专柜橱窗买回来的漂亮衣服，也是闲置的时候比较多。一是怕难打理，脏了还不能水洗；二是每天与锅碗瓢盆打交道，打扮得再漂亮也是枉然。这样一来，程杰就不乐意了，他对着那堆蒙尘的化妆品有些不高兴地埋怨道：我现在接触到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都说看一个男人的品味就要看他的妻子。如果让别人看到我的老婆穿着打扮这么寒酸，别人指不定怎么看我呢。你不替自己着想，也得给我留点脸面吧。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不能不当回事，毕竟男人都爱面子，更何况程杰现在身份今非昔比，万不能让他在同事和顾客面前失了面子。然而，时尚的穿搭，潮流的妆容，不是每个人都能学得来的，特别是我这种时尚嗅觉敏感度为0的家庭主妇。因此，在一次派对上，我出了一个不小的糗。一天晚上，程杰下班回来，郑重其事叮嘱我道：明天是我们公司一个大客户的生日，要在酒店搞生日派对，并且要求尽量带家属。明天打扮好看点，穿上我给你买的那件真丝旗袍，好好化个妆。好，我知道了，还要搭配一串珍珠项链，包包要拿小巧的手提包，这些我都懂，你放心好了。我胸有成竹地回他。程杰有些意外地看了我一眼，不错嘛，还懂得穿搭了，可别只是纸上谈兵，我可丢不起那个脸哦。我笑道：放心吧，这段时间我可没闲着，还特意抽时间恶补了时尚穿搭方面的知识，就为了不给你丢脸。程杰点了点头回我：精神可嘉，下次出差德国给你带块表，犒劳犒劳。我笑了笑没回他，其实我心里很想说，其实你给我带个炒菜锅回来，我会更喜欢。第2天，
因为公司周例会改在了下午召开，下班时间延迟要到6点半。程杰怕时间来不及，就叫我自己先打车去酒店。按照程杰发来的派对宴会厅门牌，我找到了所在楼层，但这个酒店规模太大，每个宴会厅门牌跟迷宫一样七拐八弯的，没有规律可循。不得已，我只能求救于楼层的服务员。面对我的询问，那个服务员倒是客气有礼地回应了，但他看我时的奇怪眼神却让我有些不舒服，总觉得我哪里出了什么差错，但也不好明着问人家。循着服务员指点的路线，我很快找到了派对宴会厅。透过门口可以看到宴会厅布置得相当豪华气派，大厅内已经有不少衣着光鲜亮丽的来宾在里面活动开了。我赶紧迎了上去，却不曾想被门口迎宾的人礼貌地拦住了。这位女士，您是不是走错地方了？拦我的人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看着像是老板助理。他的手挡在我跟前，不动声色地从头到尾打量了我一遍。我愣了一下，又重新对了一下宴会厅的名字，雅苑厅。错不了。那你有邀请函吗？我们这边虽然是生日派对，但兼具商务交流活动，没有邀请函是不能进入的。很抱歉。小伙子依旧没有让我进场的意思。我顿时有些气恼，刚才明明有个打扮时髦的女人没出示邀请函就直接走了进去，也没见她拦，怎么到我这就要了？这不明摆着看不起人吗？小伙子解释说，那位女士的先生是我们公司客户的伴侣，所以不出示也是可以进入的。就在这时，程杰及时出现在了门口，看到我和那小伙子起了争执，赶紧上前询问缘由。而此时，因为我们占据了过道，门口聚集了不少人，正准备入厅的人。您好，先生，是这样的，我看这位女士不像是来参加聚会的，也没有邀请函，所以小伙子偷偷看了我一眼，跟程杰解释道。这时程杰才认真地打量了我一番，最后眼睛直愣愣地定格在了我的脚上。你怎么穿成这样？程杰的脸刷一下就黑了，他难堪地将我拉到一边，压低嗓音怒斥我：你怎能穿这种鞋子，而且还穿丝袜？你真是够了！我恍然大悟，原来问题出在鞋子上。因为受不了高跟鞋的罪，我几乎没买过高跟鞋，鞋柜里能算得上高跟的仅有我脚上这双3公分高的打折品牌坡跟凉鞋，款式很普通，但质量很好，穿着也舒服。肉丝袜配露趾凉鞋，在70、80年代相当流行，现在城市里这种穿搭几乎绝迹了，但在我们山沟沟的农村老家还依旧在盛行，所以当时就没顾虑那么多。虽然后来我去洗手间退下了丝袜，但跟满场时尚耀眼的恨天高相比，我脚上的坡跟鞋顿时土得无处遁形，与这奢华的时尚氛围完全背道而驰。那些打扮光鲜时髦的女人们时不时向我投来嘲笑鄙夷的目光，仿佛在看一只误入天鹅群中的丑小鸭。直到整个宴会结束，程杰看我的脸色都是阴沉的，他甚至将我撇在一个无人问津的昏暗角落，自己端着酒杯跟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觥筹交错去了。那天回来之后，程杰性情大变，变得没了耐心，没了心平气和，对我总是大呼小叫，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他先是对我的衣着打扮进行无情的抨击，说我没眼光、没衣品、没审美，买的东西都带着一股子土酸味。他的话很是尖酸，但我也只能认了。谁叫我审美确实不上线，还给他丢了那么大的脸，他嫌弃我也是该我的。到后来看到我对他一味忍让，
便上升到了人身攻击，说我是土肥圆，人长得丑，还不懂打扮，简直就不配当女人，还叫我以后穿地摊货得了，因为那最配我的气质，又土又丑又邋遢，还能给他省钱。我自知自己挤不上漂亮女人的行列，但从小循规蹈矩，秉承着勤俭务实的祖训，不喜奢华，不爱时髦，向来以整洁利落示人，远没有他口中又丑又邋遢那么不堪。让我做出离婚决定的是那个秋意渐浓的10月，那是个国庆小长假，在儿子再三的央求下，程杰不情不愿地带我和儿子一起去了上海迪士尼游玩。在程杰的陪同下，儿子在期待已久的迪士尼乐园玩得不亦乐乎，而我只在一旁帮他们提东西、买吃的，默默地看着他们和其他游客在那些好玩又刺激的娱乐设施上欢快地大呼小叫，仿佛这里所有的欢乐都与我无关。后来，儿子指着远处的过山车对程杰说：“爸爸，就让妈妈陪我们去坐过山车吧，她都没陪和我们一起玩过。”我在心里苦笑道：“儿子呀，哪里是妈妈不陪你玩，是你爸爸每次都故意将我一个甩下，不让我跟他一道玩罢了。”我以为这次程杰还会像之前一样找借口让我照看东西，不让我一起去玩，没想到他垂眼思考了几秒后，却爽快答应了。我心想，或许是程杰良心发现，觉得不该如此冷落我，才对我态度有所转变，于是我也就不计前嫌，高高兴兴的一同去了。只是还没容我高兴几分钟，我就笑不出来了，因为过山车启动那瞬间，猝不及防的我整个人就像一个被抛出去的高空坠物，倏地一下，一会直线下降，一会高速转弯，一会又360度倒立旋转。我被吓得魂飞魄散，身体应激性僵直，除了还能呼吸外，我连眨眼的简单动作都不懂做了。好不容易过山车停靠到了终点，我终于受不了胃里的翻江倒海，哗的一声，直接在座位上吐得死去活来。而程杰却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幸灾乐祸地冷眼看着，嘴角扯着不加掩饰的讥笑，然后走到我身边，用我们2人才能听到的音贝说道：“有些东西既然无福消受，那就趁早放手，对你对我都是一种解脱，就像我们的婚姻一样，既然适应不了，那就该识相的放手，谁也不浪费谁的时间。”我惊愕地看着他，原来他早就动了离婚的念头，这才是他让我坐过山车的目的，也是他答应来迪士尼的真正目的吧，让我知难而退，让我主动退出这场早已2极分化的婚姻，因为主动离婚会让他背负不好的名声，这不利于他的事业。我本就吐得眼泪鼻涕一起流，这会更是泪如雨下。我问他为什么非得要走到这步，他冷笑道：“你难道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吗？那次生日宴，你让我在老板顾客面前丢尽了脸面，受尽了同事的嘲笑，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品味低级土包子，因为我有你这么个保姆一样土头土脑的老婆。你去睁大眼睛看看走在这条城市大街上的女人，哪个不是摩登又时髦？我给过你时间去改变，是你自己没有那个命。”从上海回来后，程杰与我彻底撕破了脸，每天找不同的借口，当着儿子的面跟我吵架，有时候吵得凶了，连同儿子一起骂。久而久之，儿子开始变得敏感孤僻，不爱说话，一看到程杰就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就像胆小的小老鼠看到凶恶的大猫。后来，程杰还没收了他给我的银行卡，那里面有家里所有的存款。更过分的是，他还大幅度缩减了家里的伙食费，
以至于我连给儿子加营养的钱都没有。我知道程杰对我已经厌恶到了极点，一直以来强忍着假装无所谓，就是不想儿子生活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中。但看着儿子在他的语言暴力和冷暴力中过得如履薄冰，胆战心惊，还有因为营养不良，整个人从精神到身体整整憔悴消瘦了一大圈。看着可怜的儿子，我的心在不停地滴着血。这种名存实亡的冷暴力家庭，绝对不会是孩子健康成长的最佳场所。所以我选择了成全程杰，条件是孩子的抚养权和10万抚养费。程杰本就不稀罕儿子，说儿子身上流传着和我一样土鳖子的气息，以他的身份地位，不愁以后没儿子，10万元就当是一次性给完的抚养费，以后跟他没有任何瓜葛，就当是为他以前的遇人不淑买单了。离婚后，我带着儿子回了老家所在的市里生活，后来考了家政证书，在市里找了一份给人做保姆的工作。我的雇主是一个40来岁的男人，名叫李如林，人如其名，他长得温文儒雅，文质彬彬，是一名大学老师，离异多年，膝下育有1子。我的任务就是照顾他们父子俩的饮食起居。虽然是第一次正式给人当保姆，但早已熟忍各种家务的我，把李如林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天变着法子给他们父子俩做各种营养美味的饭菜，把他们父子俩收拾得干净体面。这并不是为了讨他们欢心，而是出于一个心里揣满爱子之心的母亲的用心。看着李如林的儿子长得越来越壮实，我的心就充满了自豪感。李如林的作息时间很有规律，每天固定时间锻炼身体和阅读，不吸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就是养花。他家住在1楼，有个小花园，里面种满了他从全国各地搜罗来的不同品种的花草。一有时间，他就在小花园里给花草浇水、施肥、除草，而我一有时间也会帮他细心地修剪枝叶、杀虫、淋肥。每次一有新花开放，他便会乐呵呵地喊我来一起观赏，说美好的东西要与懂生活的人一起分享才快乐。2年后，李如林手捧着一束在花园剪下来红色玫瑰，真诚地向我求了婚。也是那时，我才知道他的前妻是个空姐，因为无法接受李如林这种没有激情的平淡生活，而移情别恋了他们航空公司的一名机长。李如林的告白语含蓄而浪漫，他说：“你是个不可多得的贤妻良母，我没有很多钱，也不懂得玩激情，但我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恰好可以匹配一个知冷知热的你，不知你意下如何？”我含着泪笑着答应了他的求婚。这朝夕相处的2年，足以让我清清楚楚地了解李如林的品性：务实、懂礼、爱生活、待人宽厚，完全没有现代人的浮躁与虚荣。这才是我这辈子追求的最日久弥新的潮品。2年后的一次回乡探亲中，我在大街上无意看到了程杰，他的形象令我有点意外，胡子拉碴，穿着没以前的考究。他坐在地摊的小板凳上，前面是一堆正在运转的各种儿童电动小玩具。后来听熟人说，程杰跟我离婚后，马上跟他手下的一个员工谈起了恋爱。那女人漂亮又时髦，估计在我们还没离婚前勾搭上了。那女人是个社交高手，不但业务突出，还在各种社交场合游刃有余，为程杰挣足了面子。为了表现真心，程杰每次出手都十分阔绰，为他买各式各样的奢侈品，带他去国外旅行，甚至为了他的一句“我想买一辆宝马”作为代步车，
而不惜将自己名下的房产变卖，一次性付清将近上百万的车款。然而1年之后，程杰被公司从总公司销售总监的职位降到了分公司销售主管的位置，年薪仅6万。而坐在他原先位置的人，便是他为之倾家荡产的女人。原来那女人和他在一起的目的，并非真的想和他比翼双飞，而是把他当做了事业起步的踏板，顺便让他充当了临时提款机。在他目的达成的时候，便迅速将他给甩了。程杰一时经受不住打击，就辞了工作。后来也不知为何沦落到了这个地步，而我也无心再过问他的事情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